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與意見。當然，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今天的3位來賓包括了前大使、資深外交官邱文吉大使。何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方安格 Ross， 大家好。還有軍事戰略專家邱時新老師。何榮好，大家好。好，這個禮拜啊，我們看到這個美伊的局勢啊，真是撲朔迷離啊，好像戲劇化這樣的發展。那麼，因為呢，傳出了美軍有一架阿帕奇攻擊直升機被伊朗擊落的事件之後呢，就看到川普呢大為光火啊，他說，放狠話，揚言要對伊朗實施報復性打擊。但是眼看原本這個美伊的停火啊，還有談判啊，都要受到衝擊，又看到川普插口了。那這已經是他不知道第幾次插口，而且呢，談說美伊談判已經快要達成協議了，已經講了，大家幫他算了一下，38還是39次了。好，那麼伊朗的外交部發言人也透露啊，說美伊有關最終協議的消息呢，純屬臆測，伊朗呢也沒有。還沒有針對任何協議做出最終的決定。他特別也強調，卡達、巴基斯坦是積極的調解方啊。但這個協議呢，大部分的文本早就已經敲定了，是美國不斷在改變立場。而最新的發展是，伊朗的外長阿拉奇在12號這一天證實，說這個美伊雙方的 MOU 啊，就是伊斯蘭馬巴德諒解備忘錄這個架構已經接近完成，雙方預計在未來幾天之內就會敲定，而且呢是用遠距數位的方式來完成這個協議草案的歷史性簽署。可是也警告一件事情，說以色列請不要搞破壞。那麼目前呢，根據 CNN 啊所掌握到，說這個美伊協議的內容呢，大概可能包括了什麼呢？包括了黎巴嫩在內的所有戰線，等到協議簽署之後全面停火60天，還有荷姆茲海峽立刻重新開放，伊朗也不收取任何通行費，確保能源貨物自由流動。美國呢，則會看協議的進展，還有呢，伊朗方面持續投入協商的誠意，來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以及部分的制裁。但是呢，到底什麼時候解除呢？沒有定下日期。大家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是，美國先前說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就是要解除伊朗的核武威脅。就這個濃縮鈾，竟然不用談了嗎？大使？現在有很多種說法。基本上都是傳言啊，那也可能就是這一次為什麼 MOU 啊搞了那麼久都沒有辦法最後塵埃落定的，應該就是還是這個有關濃縮鈾的問題。濃縮鈾問題過去傳了很幾種說法，就是說它移出伊朗境外，雖然有的東西移出去，剛剛談過2個國家，一個就是到俄羅斯，一個到中國大陸。對，那俄羅斯表示過歡迎。那麼中國大陸並沒有對這個傳言做出任何的這個回應。那現在一個說法就是說，可能那個濃縮鈾基本上不移出去，可是呢，伊朗會承諾啊，把它的風度降低。從現在的這個風度啊往下降，那離制作核武的這個距離是越來越遠。那至於伊朗是不是要承諾不發展核武？伊朗其實已經做了多次的承諾，他是不會發展核武。已經講過很多次了，他已經講過很多次了，只是說他要保持他這個目前有的濃縮鈾。那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說，做這個非軍事用途的這個和平用途的核能的使用。所以這個部分很可能是這樣安排，要不然就是說很可能就是說做一個架構協議，把這個核武的問題啊再繼續延長，再繼續後續的談。那當然這個都是美方的透露的訊息啊，那這個訊息跟伊朗方面透露出來訊息又有一點出入，也沒有出入。伊朗的外長最新的一個聲明啊，是說伊朗對於核問題的立場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只接受在境內伊朗境內稀釋處理掉這個濃縮鈾的庫存啊。那他們不會發展，但是也表明了不會放棄銷毀濃縮鈾，是這個意思嗎？對，大概就是這樣，那這個其實就某種程度來，川普會有接受的困難，就是說這跟以前10年前2010年的時候，那時候伊核協議的內容啊，事實上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甚至呢，伊朗得到更好的一個條件。
那所以這些部分的話，就是我覺得川普執着不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他必須要跟2010年當時奧巴馬簽的那個川普所說的歷史上最壞的一個協議。對。那如果說他的條件比歷史上最壞的協議呢，那歷史上最壞的協議就變成川普自己簽的。所以濃縮鈾的問題最後會怎麼解決 ，Ross？ 我覺得目前實在是太早，因為這個60天的 MOU 的內容我們還不知道，而且其實重點是60天以後呢，就剛剛像你們說的，要看最後的條件有沒有是等同2015年的 JCPOA 或條約。那剛剛有提到伊朗很多次說不會發展核武，但是我跟你說，伊朗政府的任何聲明比我們美國還不能相信，好不好？所以伊朗說什麼真的是不能相信。所以我真的覺得重點是最後的協定，不是60天的這個暫時的 MOU， 暫時的停火的這段期間，那最後。不管是濃縮鈾或其他的相關設備有沒有保留，那到時候才能決定，才能分析說，川普其實是沒有得到更好的協定。所以目前今天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還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不只是核武的問題，也是他們遠程導彈的問題。所以本來美國發起這次戰爭。本來有2個大的目標，一個是核武，一個是導彈的問題。那後來是加上第3個問題，就是荷姆海峽。其實荷姆海峽我們都知道是很容易解決，那第1跟第2是比較難解決。但是不能只解決核武，導彈的問題也是難解決。那 Lebanon 那個問題，我覺得以色列也可以暫時同意美國的想法，但是長期如果真主黨繼續威脅以色列的話，以色列肯定會再次攻擊。你剛剛提到濃縮鈾的問題啊，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哈，為什麼以色列可以發展核武，但是伊朗不行？這個是很多人會問的問題。那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方式。答案是什麼 ？The leaders of Iran are crazy。他沒有誰願意看到他們。以色列發展核武就不會 crazy。他們到目前為止有 crazy 的動作嗎？伊朗一直威脅周邊的國家，不只是威脅以色列的存在。OK， 從1979年到現在，一直造成區域的危險。以色列從來沒有說我們要毀滅周邊的國家。這個問題我同樣想請教這個邱老師，您怎麼看哈？因為我剛剛會問這樣，就是因為呢，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呢，在最近這2天也突然發表了聲明啊，他說伊朗絕對不能擁有核武。他說川普也支持這一點。好，那還原他的聲明，他說呢，他一直都是站在國際社會反對伊朗核計劃的最前線啊，30多年來都是如此。如果不是這場鬥爭，伊朗早就擁有核彈要摧毀以色列了。所以呢，在這個敏感的時刻發生，那當然有看法認為呢，以色列正在試圖阻止美伊達成協議，因為以色列現在最怕的是被美國丟包哈。所以剛剛同樣的問題啊。邱老師怎麼看？還有就是，現在納坦雅胡就打出了這個核武牌哈，是他發現說美國這次也不提濃縮鈾了，是真的怕丟包。我覺得以目前美國川普這個團隊，應該是不會把以色列丟包。但是他們現在的處理事情的方式還是朝着我飯一口一口的吃，我先解決能解決的部分，我不能解決的部分。我雖然沒有看到這個協議文本，但我基本上可以猜測，包含我或者我看了很多，包括俄羅斯或者其他歐洲的一些觀察家，他們的理解大概就是，濃縮鈾的問題其實不是不解決，而是把它擺到60天、90天，因為這個協議裡面先完成可以完成的，就地有嘛，我們先就一步一步來，對，我們先完成可以交易。那關於濃縮鈾的事情，濃縮鈾這事情牽扯到非常複雜的原因，那也牽扯到周邊很多國家的利益。那我們可以很清楚，就是在中國跟俄羅斯不明確表態的情況底下，其實伊朗沒有堅持的力量。對，就是在濃縮鈾這個問題上面，伊朗自己單獨是沒有堅持下去的力量。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阿拉格奇今天的發言，阿拉格奇講就是大略的情況，就回到 JCPOA 就 Ross 剛剛講，就回到 JCPOA， 因為其實在今年2月27號，其實美國跟伊朗已經有舉行過一次會談，而且在會談裡面，伊朗已經口頭承諾，伊朗放棄濃縮鈾，伊朗不發展核武，這是在2月27號其實就已經達成的，只是說
現在美國跟伊朗彼此之間沒有信任的程度，伊朗講什麼美國不會相信，美國講什麼伊朗不會相信，所以也基於這個樣子，你想要一個 package 很大，然後一次搞定，我覺得這個難度比天還高，這個我認為是不現實的。那現在就是不管是伊朗還是美國，他們在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拉鋸，就是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然後我們升溫降溫，升溫降溫，其實這個過程其實有意義的。大家覺得好像他的雙方很像神經病，其實不是，他們在測試彼此的長寬高，先把那個體積量出來。對，那現在大概已經大概都確定了，就是川普可以容忍到什麼程度，伊朗可以容忍到什麼程度。那接下來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文本的部分。文本的部分，為什麼伊朗外交部的發言人說其實沒有最終協議？其實文本都攤在最高精神伊朗最高精神領袖跟川普的桌上，其實已經一段時間。那現在其實主要問題是關於文字描述的部分。同一件事情，你用不同的語氣，用不同的方式描述，會讓讀的人產生不一樣的結果。其實現在雙方其實在，但是最近可以看得出来，川普真的是越來越失去他的耐性啊，所以你看到他一改再改，然後又他口哈說要打，然後又他口起来。那剛刚也提到說，為了要結束這個伊朗戰爭，因為對川普來說，其實他自己本身也有壓力。雖然他最近也說他真是愛死通膨哈，但是呢，他這禮拜呢，大家看到有一種新的策略，就是剛剛邱老師講的，一邊轟炸，那一邊呢說又要談和平。那 Politico 呢，他就指出說，川普似乎很快就放棄了這種飛彈外交哈。也聽到了美國財長 Bessent 說呢，伊朗對於波灣盟友最近所造成的損害呢，就要用伊朗的資金來抵償，而且警告說，伊朗的攻擊行動呢將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哈。好，那對伊朗打打停停，現在又開出新的支票，跟伊朗說要拿維修費，但是伊朗聽到了，恐怕就是不會接受哈。為什麼要點頭呢？這個對伊朗來說，其實制裁會不會是美伊協議現在一個當中的當務之急 ？Russ。問題是，如果伊朗，我先不講其他方面，比如說核武方面，那制裁方面或海外資產凍結，這個問題啊，如果伊朗真的要拿到錢的話，不管是海外資產被凍結，或者日後的賣出去的石油的收入，如果他們真的要拿到現金的話，那不得不讓步，200多億美金哎，部分還是要讓步了，不管金額是多少。但是大量還是要讓步。我一直認為，伊朗攻打周邊的國家，尤其是軍事基地以外的設施，真是很愚蠢的決定，遲早要買單了。那現在周邊的國家，雖然他們希望美國跟伊朗是可以達成和平的協定，但是周邊的國家這方面不會原諒伊朗，會記得這件事情。所以至少，雖然他們自己很有錢，所以你覺得伊朗會讓步？在賠償這部分，賠償這方面一定要讓步，不得不讓步，要不然周邊國家或美方不會答應，就是這些不管是制裁或海外資產給你，伊朗真的在這方面還是要打折了，真的要打折。有一個觀察點哈，邱老師我請教你哈，因為下禮拜 G7 有峰會啊，他們也會討論。那當然最重要的是俄烏問題，可是中東問題一定也會談哈。歐洲這方面的態度，您覺得？就包括像現在這個美國跟以色列，然後呢，現在伊朗也警告了以色列，你千萬不要搞破壞。對，法國總統馬克龍已經講了嘛，在這一次的 G7 裡面邀請3個中東國家一起參加。那這次 G7 應該只有7國嘛，那這一次 G7 可能有11國，就3個中東國家外帶烏克蘭。對，那這大概就是我們。下個禮拜可以看到 G7 峰會會參加的這些國家，那裡面談的，就像和榮剛講，其實分成2個區塊，一個是關於俄烏戰爭未來，以及剛好這段時間俄烏戰場的戰線以及普丁對談判的部分，有改變原本的，有鬆動一些原本的態度，那這個都是在 G7 裡面大家必須要先統一戰線，要不然就被普丁各個擊破。那這個就是 G7 一塊要談的。那另外一個就是有關於在這次 G7 裡面已經確定會談中東的問題，但我實在不懂你在 G7 裡面談中東的問題能夠有什麼樣的效果，而且你談出來的東西，講白了，川普如果不高興，你還不如不談。那我覺得 G7 最主要因為歐洲的能源的部分實在依賴現在的中東太密切，那事實上在這
從今年2月開始一直到現在，就中東的很多國家的能源其實現在壓力頗大。那其實為了讓中東的這些國家可以願意，就是就將來局勢穩定以後，可以滿足歐洲的能源需求，它也必須要在這個時間點對中東這些海灣國家有一定的態度的表態。歐洲最在意的還是荷姆斯海峽趕快開放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因為實在是不行了。就我們看最近的一些歐洲的經濟情況的報道，尤其是非常仰賴石油作為原料的这些包含化學工業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着重在化學这個領域的工業，那個衰退都是30%起跳，那個非常誇張的數字。所以歐洲還能不能經得起這個折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這也是為什麼 G7 這是一定得要談。那先不管說最後能不能有什麼效果啦，那以歐洲目前情形就是。反正我們有開會，問題就解決90%了，不管會議的結果怎麼樣。那如果沒有開會，問題就很大。對，所以還要考慮到這個美國的想法。不過最近這個美國川普就是總統他的一句話哈，聽來蠻諷刺的，因為他說他80歲的生日願望是世界和平，講完話之後就打伊朗了，就發動攻擊了，真是實在諷刺。等一下回來呢，要來帶您關注的就是 SpaceX 在伊朗的眼中有可能變成軍事目標。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這一段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SpaceX。可能會成為伊朗的軍事目標嗎？最近我們看到了 SpaceX 他們的 IPO 啊，真的是好像一個超級吸金機一樣啊，吸了非常大筆的資金。而 SpaceX 的市值呢，現在預估衝上了2.1兆美元。不過呢，最近看到了伊朗國家通訊社法爾斯新聞社他們報道說，伊朗官員正在審核要不要把馬斯克所管理的經濟控股公司在西亞地區，還有包括阿拉伯國家以及呢以色列相關的利益全部納入軍事目標的清單。這新聞還指出呢，包括位在以色列備戰領土，還有卡達、約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阿曼的星鏈地面站，以及 SpaceX 的股東阿布達比的控股公司阿法達比啊，跟這個穆巴達拉投資公司的基礎設施都在伊朗目前考量的範圍之內。當然，這個消息對於叫 IPO 的這個 SpaceX 打擊一定會有的，可是選在這個時候哈，就是 SpaceX 呢大張旗鼓的說我們要上市了，我們也吸了非常的多的資金啊。這時候呢，突然有這個新聞出來，他要宣示的意圖，我們怎麼看？大使？有一個說法就是說，他要跟這個馬斯克啊，很不喜歡的一間公司哈，就 OpenAI 啊，在爭時間。因為 OpenAI 也要做 IPO。所以他在這一次這個搶在前面，那麼事實上是非常的成功。那這個錢都是一個沒有什麼新的錢進到股票市場，有人是賣股票買他的股票，對，有機構投資人也好，機構投資或者說投資人也好，那就把他的一些資金就移到 SpaceX。那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他搶在這個 OpenAI 之前，還有一個叫 Anthropic 啊，這幾家都很有潛力的公司啊，他搶在前面了。然後呢，就把一部分資金先下手為強，不是一部分，吸了非常多，吸蠻多的，非常多。那所以這個是戰術上的考量了。那其他跟這些戰爭因素，我認為不多，不大。那因為這個 OpenAI 就是說這個 SpaceX 基本上低軌衛星不只有軍事用途，它是未來在通訊、在氣象科研，甚至農業、物流，當然國防安全上都會發生大作用的一個新的一種傳輸、通訊傳輸情報收集的一個工具啊。那誰掌握了低軌衛星，那誰就掌握未來的這個商業競爭力。多功的非常多功能的。所以當然就是說，以伊朗目前情勢來看，他當然知道這個低軌衛星在戰場上會發揮的所謂的效能。因為它的傳輸的數據跟它的速度都比傳統的用基站還有其他方式來傳輸來有效率的多。所以這個在俄烏戰爭的戰場上的時候，
當這個傳輸系統被打壞的時候，那烏軍就是靠什麼？就是靠 SpaceX 啊，它每年那個接收器啊，對，幾千台接收器，這個地面軍隊之間的互相的這些情報傳輸，或者說重要的這些偵測的方式啊。所以後來停止服務的時候，不像是像瞎了一樣？那這個是要付錢的啊。對，因為這個錢後來我記得當他吵架的時候，後來波蘭出來說。波蘭出的，你們不要吵了，那個錢一年5000多萬美金是我波蘭付的，对，你想想看，5000多萬美金只有一個戰場的服務，那個一個戰場，所以呢，它是一個非常賺錢的生意。可是伊朗這個時候，就是等於警告周邊國家，他希望這個 SpaceX 也知所警惕吧。那它能夠產生多大的這個遏阻作用啊？這個未必得知。不過它能不能對 SpaceX 的這些低軌衛星產生威脅是可以的，是真的打擊得到。那低軌衛星也不過就所謂低軌就是300到1500公里啊，離海平面300到1500。那現在這個伊朗的那個火箭可以打，上一次他不打了一個3000公里的嗎？打到這個阿拉伯海上面，對，印度洋上的美軍嘛，他去打美軍這個基地嘛，对。所以我覺得，當然他敢去威脅，就有他這個實力嘛。不過你用這種所謂的中程導彈去打一顆低軌衛星啊，成本上也是有個問題啊。對，這至少證明一件事情，就是說能力上是有的，只是看我要不要做哈。那當然，現在大家講到了伊朗，還有看他們的打擊，就是還擊的能力啊。你可以發現說，美伊打了這麼久，為什麼伊朗還能夠撐這麼久，真的蠻厲害的哈。所以呢，BBC 的事實查核團隊哈，他們檢視了相關的圖像，顯示出一件事情，他們就告訴大家說，伊朗呢利用最近這段停火期間呢，加緊修復了一些關鍵飛彈基地的隧道入口。而全球衛士安全公司的一位分析師啊，他也指出，他說伊朗的自衛能力，與其說是來自於傳統軍力啊，比如說像空軍，倒不如說呢，是來自於他們的飛彈或無人機反擊的能力。另外，蘭德公共政策學院國家安全計劃主任科恩也發現，伊朗用廉價小型無人機攻擊中東基礎設施啊，包括像一些美軍基地啊，並且長期呢對俄羅斯等盟國出口見證者無人機，還有呢就是伊朗小型的高速艦艇啊組成的蚊子艦隊，這些都持續的對於美軍還有荷姆茲海峽的商業航運構成威脅。所以說，伊朗對抗美國，我們這次看到在整個美伊戰爭，伊朗真的是成功的示範了哈，向全世界示範了什麼叫做不對稱作戰。但是伊朗能夠打到現在哈，打到我們剛剛講，川普都已經快要失去耐性了哈。他憑靠的條件一定有先天或者後天的。先天，比如說是不是因為它的土地面積夠大，它的地形很複雜；後天在戰術戰略跟打法上，邱老師怎麼看？我們要先有一個概念了，就是這次美國跟以色列跟伊朗的這場戰爭，其實它並不是一個傳統戰爭，因為一般傳統戰爭不會只是靠轟炸，因為你轟炸你沒有佔領土地，你很難讓對手屈服。我們講說，如果我們用一個更精準，其實也不叫不對稱戰爭。其實美國跟以色列其實期待的是，當一開始的時候，他們打算發動一個混合戰爭。那混合戰爭就是結合包含在伊朗境內的，比如說反抗政府的勢力，那透過我外部的壓力去誘發或引爆原本就在伊朗政府內部的，所以整個這個戰爭的走向跟設計，其實一開始就朝着一個混合戰爭理論的方向在走。內爆。對，它真正的用意其實，因為如果我們現在所遇到這些問題，其實在一開始如果顛覆政權成功了，都不會有後面這些問題。但是混合戰爭的理論，它有一個先天上的問題，因為混合戰爭的變數遠比一場一般傳統戰爭，因為傳統戰爭就很簡單，我海軍、空軍、地面，我把我所有的力量投射到我的目標的戰場裡面去，利用我絕對的力量去壓倒對方，這個不會有什麼對稱不對稱的空間。但是混合戰爭會，混合戰爭它是設想說，我自己本身在最少的消耗、最少的損失，而且最省事的方式，我就把對方這個國家的可能執政的當局整個換掉。那我這場戰爭我可以用很快的時間、很少的代價就完成了。一開始的設想就是這樣，但是這個只要環節中間一出錯，那很抱歉，因為你又不是打一場標準正式的戰爭，但人家會跟你打標準的正規戰爭，所以
相對之下，我們在看你只有空中兵力佔優勢，其他的部分你在海上，因為伊朗基本上沒海軍，但是它有荷姆茲海峽，是，但地面你又不敢真的把地面部隊擺上去，一直沒有出動地面部隊啊。對，所以你這場戰爭，其實我們與其說，伊朗向全世界示範了一個不對稱戰爭，還不如說川普向全世界示範一個，就是你還沒有把鞋子脫掉，你就一腳踩進泥巴裡面，你又想要保住鞋子，又想要離開那個泥巴，那你在做很多的決策的時候，其實是他自己困住的。可是當初在要打之前，難道都沒有想過這些事情嗎？對，所有的發動戰爭的這一方都認為他會贏得戰爭，所以他才會發動戰爭嘛。如果他覺得他會輸，他就不會打了。尤其是美國，對，世界第一強。美國就認為我這一通轟炸，伊朗就應該屈服了。他沒有想到伊朗不屈服以後會有什麼樣的情況，而且也沒有曾經中間有準備，所以他地面部隊其實有集結，但是始終下不了那個決心。所以現在變成是說，像邱老師所形容的，這個川普呢已經一腳陷在這個泥淖當中要拔不出來了哈，他也快要失去耐性了。可是呢，眼看着哈，他馬上6月14號他就要過80歲的生日了。當然，刚才也提到說他的生日願望是世界和平，結果呢才講完就打伊朗哈。那現在路透也報道說，川普第二次執政以來呢，已經將近有17個月了，但是在美國國內呢，很多政策在法院踢到了鐵板，現在伊朗的戰事又懸在那裡，導致呢川普的支持率不斷下滑。雖然川普仍然牢牢掌控他的核心支持者，就是 MAGA 那一派哈，但是國會當中的共和黨人陸續出現了反川普聲浪，而共和黨也很擔心11月舉行的期中選舉會失去參眾兩院的控制權。那這樣的話呢，川普就會提前跛腳。好，那川普的身心狀況因為已經高齡80了，也備受關注。根據路透還有 Ipsos 在2月做的民調顯示，有61%的美國民眾認為，川普年齡越大，行事越加的反覆無常。4月份也有另外一份民調顯示，多數人對川普情緒跟思維反應感到憂心。好，我們看另外一個實際的數據，5月份的 CPI 啊，這個4.2確實是一個警訊啊，因為這個代表是通膨可能會發生。通膨影響的當然就是包括美債，因為美債現在已經快要40兆了。真恐怖啊！原本我記得先前我們講到36兆，又到39兆，現在快到40兆。經濟問題不解決，川普的危機就會存在。雖然他自己說呢，他很喜歡這個通膨，但是呢，擺在眼前的實際問題，經濟啊，會影響到選舉啊。Russ。當然，川普最大的考量是經濟。雖然他2024年競選的時候，除了經濟問題之外，也常常提到其他的問題，比如說移民邊界安全的問題。但是不管誰是總統，不管是共和黨、民主黨，最重要的要處理的內政問題就是經濟了，就民生相關呢。对，要不然因為你當一個總統過2年就會碰到期中選舉。對，川普今年也是一樣的，一樣是有期中選舉，而且因為通膨的問題，物價越來越高，尤其是油價越來越高，那川普真的是很怕會對共和黨選情的影響非常非常大。那川普要怎麼解決這些經濟難題？所以他今天是很急的要達成一個停火協議，其實我不否認，我從早就說他是希望在6月前結束伊朗戰爭，那時候就講在6月，所以現在他真的是很急了，所以他希望是可以趕快至少有一個停火協定，不管是60天或90天，因為他希望油價可以下降了。不過理想歸理想，現實就要看這個接下來的美伊協議。像剛剛講說，框架先界定哈，接下來60天之內還有很多細節要談哦。但是川普有沒有辦法在他80歲大壽的這天，或者是說在這一段生日期間得到這份生日大禮，恐怕接下來全球都在關注。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
好，回到節目來關注的下一個焦點呢，是由日資企業所組成的中國大陸日本商會最近共同發表了意見書，特別指出呢，大陸方面管制稀土還有兩用物資項目的對日出口已經影響到了部分的民生用品，也希望中方能夠充分說明。那這一次呢，是日本商會第17次制作意見書，總共徵集了大約有8000家在中國大陸的日資企業。好，特別大家圍繞在這個鎢被管制那因為中方呢是從2025年2月份開始把鎢納入出口管制的範圍，作為對美國關稅的反制作為，並且呢在2026就是今年1月，以軍民兩用的物項為理由呢，進一步嚴格限制對日本出口。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的最新資料顯示，今年2月到4月，中國大陸的碳化鎢還有鎢粉這些關鍵鎢的加工產品對日本的出口量已經歸零。其實鎢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這邊有張圖表讓大家了解一下鎢為什麼那麼重要鎢的特性，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熔點非常高，3422度這個攝氏度，硬度很高，耐磨，強度很高，也导電，耐腐蚀，高密度。那它的应用，它的用途呢，很重要的是这个就是硬质合金刀具像我们知道，有些车刀，然後呢一些鑽頭，這是用來製造非常重要的工具。另外就是高溫零件、加熱元件，還有呢照明相關、電子半導體也會應用到，還有就是航太跟國防，種種的。其實你會發現呢，鎢為什麼那麼重要呢？剛剛講說耐高溫、耐磨損、高強度用在製造業、電子業、能源業還有航太所以表示呢，它其實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的戰略資源。而更重要的一個是，全球大約有80%的鎢產量是中國大陸所供應的。所以現在看到了日本方面呢，來畫面當中我們看到日本的老牌刀具巨頭富士精工。他們說呢，這個財年他們的利潤預計會因為鎢的管制暴跌88%。另外，像關東電話、中央蕭子這兩大隱形巨頭也雙雙預警他們說下半年的核心產線會全面停產，可見得中方目前出的這一招管制鎢是真的有效，是嗎？老師？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雖然現在產量很多，它目前包含高純度鎢以及一般的鎢，在佔全球的產量大概80%。可是，雖然中國大陸的鎢儲量是全世界第一，但也不過只佔了40幾%，接近50%。所以因為了確保這些重要的戰略資源，控制消耗的速度，所以在從2024年開始，中國大陸就開始逐漸針對鎢的出口做出口管制。那另外一個主要的在鎢的管制，另外一個就是鎢，它是一個軍工上面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用的。就我們一般講，坦克的穿甲彈，就是因為鎢的特性，它非常適用，非常合適用來做那個坦克的穿甲彈。但是因為美國自己，我們知道目前像美國他們使用的最好的穿甲彈是砷化鈾。那美國為什麼會去發展砷化鈾？就是因為美國自己鎢不夠。那美國因為核能發電，所以有大量的砷化鈾下來，所以利用砷化鈾。那砷化鈾有好有壞。那砷化鈾雖然它的穿透能力比鎢還好，但砷化鈾會帶來輻射的污染。所以除了砷化鈾以外，接下來最好使用的，不管是子彈或者是炮彈，甚至是在飛機裡面、發動機裡面很重要的耐熱元件，其實都離不開鎢。那日本因為自己不產鎢，可是日本在鎢的加工上面，在很早就在做，所以我們看很多精密加工的刀具，其實坦克車的破甲就跟精密加工那個刀具其實是一樣的，刀具也是要切割那個車刀、鑽頭，對，它也是要鑽到很硬的金屬裡面去。那軍事的用途其實是一模一樣。那日本在做車刀這個部分，大概是全世界市占，除了德國以外，就這兩家在競爭。所以當中國大陸在2024年到2025年開始收緊鎢的管制出口了以後，其實對庫存、對這些重要的刀具生產就會造成影響。那去年為什麼比較沒有像今年這麼慘？
去年因為2025年的時候，其實他們都還有庫存。對，那它庫存越用越少。对，用到今年2026年，就很多車刀其實已經做不出來，所以其實有好幾家已經在，就是產出車刀的量在縮減。所以為什麼會要漲價？因為它沒有那麼多鎢的材料來。老師提到這邊哈，因為像住友電工啊、三菱材料最近也都紛紛宣布哈，產品啊因為要漲價了，要大幅漲價。因為呢，這個漲幅啊，根據資料是說直接突破了60%啊，所以看得出來，除了找這個替代性的管道以外，還有就是那只能一直漲價嘛，還有沒有其他的突圍之道呢？目前，因為日本本身是沒有鎢的，它只能從其他的國家。那它現在嘗試想要從美國、加拿大或者是歐洲去進口，但我們知道美國自己鎢本身也很少，那為什麼美國最近忽然有鎢可以賣給日本？那當然就是透過某些管道，對，就是銷售到美國，然後就是貼個牌子，然後再到日本去，但是價格一定會比較高，但你總比拿不到好。那其實我覺得車刀這個對日本來說還不是比較大的威脅。在日本有一個很獨特的產業，就是好像六氟化鎢，它是做半導體，就我們半導體的那個蒸鍍这個過程，它非常重要，而且一定需要。對，所以現在台積電很麻煩。台積電現在因為日本已經沒有辦法供應，好像從最近開始，日本就這家就表明沒有辦法再給台積電供應，所以台積電現在要到處去找這個東西。所以現在其實這個環環相扣哈，這個沒想到半導體也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現在全球供應鏈都告急呢，也看到最近有個新聞，就是美國的鎢廢料的出口量激增了24倍啊。那日經中文網也報道說，2026年1月到3月呢，這個出口量呢同比增長到了3倍。那其中呢，對日本的出口更是暴漲了24倍。就我們剛剛提到的，市場呢正在加速尋找替代供應的管道。那美國鎢廢料商啊 JC Metals 的社長就表示，當然也有中國大陸的買家過來跟他們聯繫啊，把鎢廢料呢要發往說到美國啊、加拿大、杜拜這些第三方，那可能會再由這些第三方再運到中國大陸去。而中國的買家呢給出的報價是高於美國交易的價格。另一方面，日本丸紅基金研究所高級主任研究員叫李雪蓮，他認為呢，2025年初以後啊，中方不斷收緊鎢的出口管控，並且呢縮減開採總量。那麼在供應吃緊啊，還有進口重啟的雙重背景之下，現在中方企業呢也在積極的採購當中。而《金融時報》也報道說呢，就連川普，怎麼跟川普也有關啊？連川普家族相關的，就是資本相關的這些礦物企業啊，因為這是跟川普的兒子有關哈，他是間接投資了這個礦物相關的這個企業，那麼也正在進行，因為大家都在搶鎢嘛，所以呢，他是投資啊，推進到這個哈薩克斯坦，要大型的鎢礦開發相關的事業。好，那剛剛特別提到了，日本製造業現在受到鎢的管制啊，可能告急。那替代的管道之一，現在就是到處都在找鎢哈，其中之一是美国哈。美國在這場鎢礦大戰當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使，您覺得？一個可能的替代者，不過美國自身難保。自己能救好自己就不錯。泥菩薩過江。泥菩薩能救我好自己，就還要救日本，不太可能。剛剛那個邱老師講的那個，就是說六氟化鎢哈，是美國、日本有2家大廠，一個叫關東電子，一個是中央硝子啊，這2個公司大概生產全球六氟化鎢大概21.7%的這個比重。那六氟化鎢是製造芯片裡面不可或缺的光刻膠類似的元件，這個重要原料之一。那這2個公司已經講了，7月1號以後不出產了。也就是說，全世界的六氟化鎢的供應，大概中間的21%就斷供了。所以美國前2天就出面啊，替日本講話，他說希望中國大陸網開一面。原因是什麼呢？它會影響全球供應鏈的完整。對，他不是說要救哪，他說你這個全球供應鏈會斷掉。那問題就變成說，中國大陸的芯片業也是蓬勃發展，會不會受影響呢？中國大陸一個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本土出展的六氟化鎢佔的比重比日本還多，因為日本大概全年就是2000噸的產量，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有3200噸的這個產能了，產量跟產能，所以事實上中國大陸六氟化鎢已經得到了這個三星電子還有重要的芯片生產廠商的認證許可了，所以日本的這個停產可能就會被中國大陸的這個取代，所以
過去這個就變成是日本用光刻膠卡其他國家，將來很可能是中國大陸的光刻膠是芯片產業。日本日本因為日本的芯片產業不發達，對，是韓國，還有就是台灣，對，所以這個現在的問題嘛，另外還有就是說這個稀土的中國大陸這個禁運已經讓日本的有一家公司叫信越化學，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出產磁鐵相關的產業的。你要知道，磁鐵事實上在汽車、在發動機、在這些裡面使用的非常的廣泛。那信越化工已經說了，對不起，7月以後我也不供貨了。那現在日本的汽車工業就恐慌，尤其 Suzuki 好多東西，它那個汽車上傳統的這種燃油發電機裡都需要用什麼電池，就是說電池。所以日本現在是一個頭兩個大。对，那中國大陸基本上在美國出面說你能不能給一點日本，那中國大陸講說我們對日本實行稀土禁運，主要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生，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圖。对，那所以就变成現在看起來非要等這個高市早苗收回他錯誤的言論。如果沒有收回的話，很可能日本的很多工廠就要斷貨，然後就停工。大使點到一個重點就是在這個經貿上面，我們看似好像是經貿這個供應鏈的問題，但其實呢，它更後面背後的是複雜的政治跟外交問題因為我們知道中日關係現在真的是低到了一個谷點，好，那麼真的是在谷底當中，所以呢，那就要看日本對中的關係是如何啊。可是短期看來是回不去了。那就算是剛才大使所說的這個美國出面求情像這個 Bessent 先前在南韓也跟中國大陸的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嘛，當時也曾經提到了稀土問題，那也特別呢對於中方對於稀土就是日方這個稀土禁運的措施呢表達關切。那貝森特呢也當然表達了希望北京改善這個相關的稀土政策避免說這個高科技設備還有全球供應鏈呢造成負面的影響。可是我們剛才就講了。中方會出此招，就是因為要反制美方所祭出的全球關稅嘛，所以美國現在都自身難保了，泥菩薩過江啦，還幫日本去說情啊。剛剛我覺得大使有提到一個重要的關鍵字，那就是言論。那或許之後呢，你說美國怎麼幫日本呢？我們已經知道了，川普有幾次跟高市早苗通電話的時候，可能有說，那你關於台灣這部分，你可不可以就有一點 self control， 尤其是在言論方面。所以或許之後美國的社會是把言論跟行動是分開的，因為美國非常清楚，川普政府非常清楚的政策是要盟友，包含日本、南韓等等歐洲國家。都要提升國防預算，所以這方面美國還是會繼續鼓勵日本這樣繼續做。但是或許同時美國會說，可不可以不要在國會一直說台灣有事，日本有類似的言論，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這樣刺激大陸了？我覺得或許川普會採用他這種方式了，但是最終。都是中國的決定，對不對？不是美國說的就算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說服中國解開這個限制的話，那要看最後中國的怎麼決定了。但是我不得不說，台灣在這個大國家，美國、日本、中國的這個大國博弈，我真的覺得台灣的位置非常非常危險，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犧牲掉。對，你講到犧牲，等一下就來聊哈。最近這個日菲兩國呢，自己畫了這個 EEZ 哈，說我們要來劃區談判，台灣的位置在哪裡？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我們就來看這個日菲兩國呢，在台灣東部外海劃區談判所引發的爭議，到現在還是餘波蕩漾，而且持續的發燒哈。那麼最新的進展呢，是中國大陸方面呢已經宣布對菲律賓的國防部長叫特奧多羅實施制裁。
大陸外交部指出呢，將會禁止特奧多羅還有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澳門，禁止中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特奧多羅還有他的配偶、子女來進行任何交易、合作等相關活動。結果這個特奧多羅呢被制裁之後呢，也很強硬啊，他回應指稱說，他是因為揭穿了北京的欺瞞行徑才被制裁的。好，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呢，不得不說美方的態度哈起人疑竇哈，因為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日本跟菲律賓三國呢討論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領域，支持建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三方會協調對外援助、聯合行動跟演習，還有能力建設倡議啊。但這一番發言呢，是只在新聞稿上面出現。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Russ，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有關於這個日菲說要劃區談判的事情，日本跟菲律賓是站在第一線的，美國是在後面的哈，但是沒有具體行動。所以你覺得美方真實的態度立場是什麼？其實我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美國的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剛剛說的。希望日本跟菲律賓是提升國防預算、國防相關的投資，這個是美國是非常 OK、很鼓勵的。那其他的在西太平洋的部署，當然美國的態度是美國優先了，所以美國第一個考量是不要影響到美國的權益。當然了，這個是大家是可以理解。那同時，其實我認為美國看這件事情，覺得也沒那麼重要。你這個行動，你這個談判，你達成什麼樣的協議，你的戰略位置或經濟的優勢等等，日後比以前有什麼差別嗎？我意思是說，找貿易方面或國防方面，你今天兩個國家，日本跟菲律賓達成什麼協議，那你的位置會比之前更好嗎？所以我認為美國覺得這個是有一點算是很可愛的動作，但是沒有那麼重要。另外，是不是因為美國也要考慮的是說年底習近平訪美的這個事情？我不樂觀，習近平真的會去美國。但是如果他真的去美國的話，我覺得最後的結果就是有點像川普去北京一模一樣。貿易方面會有一些共識，宣布一些購買的案件等等。但是在兩國的關係或大布局等等，會有很實質的變化，我覺得是沒有。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影響不影響，會不會影響習近平去美國？我覺得這不是美國最大的考量。邱老師，您覺得呢？因為我們剛才也聽到說，他們在這個美國啦，在新聞稿上面不斷強調，說是美日菲三方會好好的協調哈。這個就很奇怪，因為他們這個聲明其實中間有一個核心的概念，叫做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你一邊講自由開放，一邊在談日本跟菲律賓的 EEZ 叫什麼？叫專屬經濟海域。你怎麼可能在一邊自由的情況底下，同時又專屬？很矛盾。所以我覺得美國被坑了。也許美國根本就壓根不知道日本跟菲律賓之前談的到底是怎麼樣，但是美國在最後一個時間就上車了，所以美國沒有任何後續動作。所以我們為什麼看這個聲明，就有點像以前就貼在牆壁上，好貼了就貼了，那有什麼作用不管它？為什麼？因為這個聲明裡面太奇怪。這聲明一方面講說，日本跟菲律賓跟美國我們共同都支持自由航行，但是日本跟菲律賓現在正在劃專屬經濟海域，專屬經濟海域是有排他性的，它並不是一個自由可以航行的地方，所以我也覺得，我看到這個新聞，其實我直覺我就覺得，會不會美國的某個是亞太司還是哪個幕僚被日本跟菲律賓坑了？先前沒有先打過照會。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考慮清楚這個東西，而且這個聲明發的時候，甚至也許亞太司都不知道日本跟菲律賓對重新劃專屬經濟海域，結果日菲兩國的元首就共同的發表了這個聲明，就把這個事情給鬧大了啊。那現在呢，可以補充一下，我是覺得這個還有產生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日菲有展開這個談判的話，那美國一定會被問到，那台灣呢？台灣的不管是國際的位或法律上的歷史等等這些問題，美國根本不想回答這些問題。你在講這個時候，我就想說，那美國會怎麼回應呢？就是根本不想回應，真的不想回應。所以現在大家看到說，這個劃區談判這件爭議哈，其實後續會不會演變成說，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也進來了哈，中方現在進來以後呢，會不會造成說幾方的對峙啊？那解放軍南部戰區在6月2號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他們宣布了就是湖北艦呢到南海某個海域呢展開實戰化訓練啊，過程當中呢也臨時加入了敵情還有損害管控這些特殊情況的操演。希望能夠更接近實戰環境，要測試的是艦艇作戰效能，還有官兵的應變能力。另一方面，也看到菲律賓，他們的外交部海洋事務發言人最近就公開要求說，中國大陸應該要拆除在南海黃岩島上面所設置的新結構物，因為結構物的存在並沒有取得菲方的同意。就是侵犯了菲律賓的主權，所以大使，我們看到現在劃界談判，就日菲兩國自己決定了哈，這個風波現在越演越烈，然後呢，牽涉的區域現在也包括說台灣東部外海一直到呂宋海峽這一帶哈，這個事情跟我們剛剛提到南海最近局勢升溫的聯動性，您覺得中間的這個必然關係還是有什麼樣的關聯？我覺得這個最主要是這個大陸跟日本之間關係的緊張造成的，我想跟南海關聯不大，而且這次我們今天目前看到這一次的風波哈，獲利最大是中國大陸，那日本跟菲律賓打的是怎麼講？打的是空氣，那這個台灣是失了民心，為什麼呢？因為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專屬經濟區哈，它不是領海。它不是屬於這個，它還是屬於公海。只是在這個專屬經濟區裡面，它這個水面哈，這個海中的這些資源生物是屬於沿岸國家的所以這個東西一劃了以後，這個漁區過去最大是我們台灣漁民的漁區。那我們這個台灣的黑鮪魚，我們的旗魚，我們往這個鬼頭刀。我們這些很好吃的魚種都是在這個水域，而這個水域哈，我自己喜歡吃海產，很多人就要吃這個水域的魚，為什麼？因為台灣海峽比較污染，太平洋是比較乾淨的。對，人家說你要問一下，你到東部你就趕快買魚，那魚都很乾淨，範圍比較廣嘛。對，那所以現在變成就是說，大陸的海警船來了以後，他說我們這邊馬上就說，你不要答應大陸海警團對你的詢問了。結果大陸海警船問了200說多少船，台灣的漁船、台灣的船每一個都答應。為什麼呢？因為變成就是說，你現在台灣政府好像對那邊的權益你不在乎，那緊張的是我們台灣的漁民啊。那你今天解放軍的中國大陸的這個海警船跟他的軍艦進入巡邏以後，他對大陸對台灣這個漁民啊是一種受到保護的感覺。所以我說大陸就變成就是說抓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那玉淵談天寫了說，這就落實了叫4個字，叫近海治理。也就是說治理的意思就我行使管轄權了，我有這個對這塊水域我的主權主張，那你不要來挑戰。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行使管轄權？那這個行使治理就已經行使管轄權了。所以那因為你今天台灣的當局他們說，我表示肯定，人家來分你家裡面的東西，第一時間不但你表示先不反應，他反應之後還表示肯定，以後，那你以後我們這個漁民怎麼辦？他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就在這邊水域就捕魚，所以大漁場是我們台灣的漁場。對，你說你肯定把這漁場搶走嗎？所以大陸的就及時補上這個空缺，而且大陸還有一句話，這個蠻清楚，他說補齊了台灣島東部海底地圖是什麼意思？哈，這個有軍事意涵，因為台灣島東部的海底是馬里亞納海溝，那個是過去大陸做反潛作戰，對美國對或者世界各國的潛艇在那邊深入潛個300公尺，你拿不住的，你搞不清楚，那個出來就很快。那所以現在他能夠在這個地方東部水域好補齊這一塊地圖。那個基本上，我覺得軍事意義很大，而且它基本上已經在治理了，近海治理。所以過來的不是只有海巡船，也不是只有軍艦，它還有什麼探測船，把你的水文、海底下的這些構造，它做一個完整的資料，相關的水情啊，一些相關資訊都收集到。我認為這一次日本跟菲律賓是弄巧成拙，正好給中國大陸一個機會。你提供了機會，大陸回應就直接進來，而正好
台灣這邊的反應又說好像不干我們的事，那不干我們的事，那大陸那就我來管了，就這麼。你講到重點了，這一次中國大陸的一個態度跟立場就是，既然台灣不出來管，那就我來管。結果一管呢，就像剛剛講，這個公務船也在了，海警船也來了，海警的背後當然就是海軍了哈。那接下來大家也關注的是說，在東部外海，台灣東部外海這邊，下一步大陸方面的作為會是什麼？因為現在已經開始說要強化在台灣東部外海的執法，所以下一步可能是什麼？那台灣方面想好了應对的方法了嗎？我觉得這個應該也是一步一步來了。就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就是先讓行政，他們除了海警船以外，還有海事管理船。因為海警跟海事管理其實不一樣，海事管理還有包含進出入的一些船籍的核對。登陸，還有一些相關航道的測繪管理，那這些其實都是落實行政權的一個部分。另外一個我要提醒大家可能都忽略這一點了，就是台灣東部外海過去是我們海軍跟美國、美軍、日本的潛艇預設獵殺區，就是這個區域是非常有利潛艇移動。那你在這個地方是針對解放軍的船隻從不管是東海還是從台海往太平洋前進的路線上面，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潛艇獵殺區。那很抱歉，這次獵殺區的地圖都被畫光了。所以老師您覺得哈，就是當然剛剛提到說，其實沒有想到在這個 EEZ 的背後，其實還有很多是跟軍事方面有非常高度的戰略考量的，就等很久，那忽然你給他這個機會了。本來可以接到這個球。